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炯啊。今天这个场景又是另外一个酒店啊，因为这段时间我一直是在外出差，然后今天的这期百问呢，就只能在酒店给大家录制了，可能会有些噪点啊，可能画面上没有那么精致，然后跟大家说句抱歉。OK， 其实，在内容方面呢，最近我们还是更新了挺多的啊，比如说这个苹果全系的开箱啊，还有就是我们更新了一期科普箱的视频。你的手机续航为什么这么差？大家可以在小白测评那个账号进行查看。OK， 那咱们干货多屁话少，来看一下百问第135期有哪些小伙伴上电视了，都提了什么问题。好，第一个问题是来自 B 站的小伙伴啊，就是您眼中的微光，这个武汉彭于晏啊，这个现在巨划算优惠补贴 iPhone 11 128G 能到4338，这个想问一下，现在买 iPhone 11划算吗？12出来之后，价格会不会比现在低？这个其实按照以往的经验来说呢，价格可能会有一些浮动，但是并不会特别的大，因为每年新机发布之后啊，比如说 iPhone 12这次它的初始价格肯定会在5500元左右吧，就是5000元档位，但是呢也是首发会破发的，就是价格可能会下来，但是可能这个出货量呢没有那么大。我觉得啊，这个4338呢是可以稍微等一等的，因为距离 iPhone 12发布也没多长时间了啊，这个差不多也就还有2-3个星期的这个样子，因为就算有波动，也可能只是100-200的这个波动，也不会影响太大啊。我建议等一等，我估计到时候应该能做到4000元出头的这个样子，最低价格。好，下一个是来自微博的小伙伴，夏天要染绿毛啊，小白，第一款屏下摄像头手机中兴天机的 X-on 20好像没发视频，我想尝鲜体验一下啊，但是不知道具体怎么样。小白拿到手机了吗？我们拿到这台机器之后的第一感觉呢，就是它的这个屏下摄像头确实非常的炫，整个营造的效果确实很强。但是如果你专门的注意力去看那块的话，在暗色的情况下会比较明显，亮屏之后可能会还好一些。拍照的情况下呢，它其实对你的照片呢是经过一些算法的处理的，因为它是有那个格栅的，就是有一段有像素，有一段没像素，这样的话呢来形成一个透视的效果。拍照可能会被处理的那种感觉会比较强。放张样片给大家看一下，一边是屏下摄像头的，然后一边非屏下摄像头的。这台机器呢，其实对于中兴来说，它的探索的意义是比较大的。就是它首发，我让大家看到，就是你能够买到这样的一台机器，它的这个处理器啊，还有就是配置，还有价格方面呢，其实在这个价位段还是比较强调屏下摄像头这个属性，因为其他的可能性价比就没有那么高了。但是这台机器做的还是比较轻薄的，6.92寸这个尺寸也非常的大，它的手感其实也还 OK。这个机器我们的购买建议就是，如果你是一个极客发烧友，非常想尝鲜的话，还是挺炫酷的。但是如果你要强调性价比，也强调特别强的这种实用性，那么你可以在这个价位选择其他的这个机型。好，下一个是来自微信公众号的小伙伴叫罗料料啊，这个小白老师本来想双11降价买荣耀 V30的，可是麒麟新分断供之后啊，华为手机基本都涨价了还没有618便宜，我怕以后不仅没货还要涨价，求推荐一波性价比比较高的麒麟990的手机。性价比高的麒麟990啊，肯定是荣耀这边的，因为华为的那个价格普遍要比荣耀高一些嘛。我们推荐的是荣耀 V30的 Pro 8加 128G 的版本，一些补贴平台的这个价格你可以都查一查，这几个某猫啊、某多多、某东啊，是吧？这个甚至有2600-700块钱就可以入手的。它距离首发价呢应该是跌了快1000块钱，它的性价比应该还是非常高的。麒麟990呢这个价格方面啊，确实有一些波动，渠道商那边确实有一些涨价，因为供货芯片的压力呢确实是非常的大。这个机器在相机方面呢其实也挺不错，这个4000万像素 LYB 的这个大哥用的那颗镜头，然后4100毫安时的电池，还有40瓦的快充。虽然说华为系的这个40瓦的快充这个效果可能会差一些吧，这个但是好歹也是40瓦，对吧？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一个麒麟990的手机，你可以关注一下。这个第4个问题是来自 B 站的小伙伴爱吃鱼的贝壳头，这个巨龙啊，爷爷还在用老人机，想给他买一个便宜点的智能手机，能够看视频和打电话就 OK。目前关注了 Redmi 的9A 6+64，只要599，数据快，没有相关测试信息，不知道用起来怎么样。小白如果有手机的话，可以分享一下吗？在1000块钱以下啊，这个9A 呢，应该说是性价比最高的这个选择了啊！你如果看个视频或者打个电话，这是完全够用的。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手机有5000毫安时的电池，续航是非常长。对于老人来说，经常忘了充电，这个5000毫安时电池意义还是比较大的啊。不过我们更建议购买的是4加 128G 的版本啊，64G 看视频缓存一下是吧？看时间比较多了，内存可能就满了，建议128的啊。第5个问题是来自百微星光的小伙伴阿秋的啊，小白，这个最近 iOS 14的充电铃声好火呀，这个我想给自己安排一个，能不能出一个详细的教程？最近 iOS 14玩法确实非常多啊，比如说小组件，还有就是自定义铃声之类的。我让小编呢去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汇总，然后给大家出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教程啊，大家可以在百微星光后台回复充电铃声这4个字，获取非常详细的教程，贼有意思啊。
OK， 第6个问题呢是来自微博的小伙伴败家的加班狗啊，这个狗是苟且的狗啊。这个玩具龙最近 vivo 也出了新手表 vivo Watch， 你觉得怎么样呢？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点值得入手吗？我用的就是 vivo 的手机。vivo 这个 Watch 呢，我们手里也是刚刚到了一台。首先呢，这个手表啊。外观 ID 上跟华为那个是有些像的啊，然后整体的这个功能上呢，比较接近于更大号的一个手环，因为华为那个就是比较接近于那种大号的手环啊，是没有办法去下载这个 APP 的，有42和46两种长度，42和46呢是一个价格啊，这一点上还是不错的啊。然后外观上呢，表盘采用的是金刚材质，然后很有分量感，然后左右呢有2个实体按键，反馈也都不错。这款手环主打的就是超长续航，最长的是18天，相比 Apple Watch 而言呢。它确实没有那么智能，也没有那么多的这个生态，但是也有一个健康监测的功能它还有自己的 App。然后，如果你的手表功能性的需求不是那么高，就是比如说我就看时间、听一下消息，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健康监测什么的，睡眠基本是可以入手的。OK， 第7个问题是来自 B 站的小伙伴苏北九，这个玩具龙老师你好，这个 iPhone 11系列升级 iOS 14之后玩游戏发热降频亮度的问题解决了吗？能重新测一下续航和发热吗？首先我们使用了一台 iPhone 11呢，做了1个小时的和平精英的测试，游戏过程之中呢，并没有明显的降频和降亮度的情况，这个游戏中的这个帧率呢也是比较稳定的，没有出现卡顿的情况。相比于 iOS 13来说呢，根据我们的体验，它的改善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在发热方面呢，苹果还是那个苹果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。最高温度呢是47.2摄氏度，同时呢，可能是由于调教更加激进一些，耗电方面也有一点点这个增加，这个就是 iOS 14的情况。当然 iOS 14现在还比较新，后面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小版本的更新，到时候我们会持续关注的。OK， 第135期的百问是在酒店给大家录制的，可能画质上面有一点差，然后再次跟大家说句抱歉，大家记得3连支持一下要不就点个赞，特别感谢。我们的活动还是老规矩，这个回复干货多屁话少这几个字，然后到百问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，你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，每期我们将会随机抽取一位小伙伴送出我们的神秘数码小礼物，然后上期的中奖小伙伴就是他，赶紧私信我们的小编领取奖品。干货多屁话少，百问我们第136期再见，拜拜。